今天咱们改一台双电芯的手机，型号是黑鲨3，一款游戏手机。手机解锁时的效果也很炫酷。大家好，我是爱折腾的小杰，欢迎来到我的 YouTube 频道。如果你也爱折腾、爱生活，记得点击订阅按钮并打开小铃铛哦，这样你就能第一时间看到我们每周更新的精彩视频。现在，让我们开始今天的内容吧。这台呢也是粉丝邮寄给我，让我帮忙改。改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它的手机电池鼓包，把屏幕都鼓起来了。这个手机呢，它主要用来打游戏，所以打算改成外供电。简单看一下这个外观，现在是有点狼狈啊。粉丝还给带了一张彩票。12月30日开奖，看了一下这个系统呢，是基于MIUI 12.5，处理器是高通的865，电池容量4720毫安。拆机之前我还上网查了一下这台手机，这台手机是拆机非常麻烦的一款手机，前盖后盖都需要拆掉。它这个后盖呢是厚打的胶，很容易就打开了。说它拆电池复杂呢，就是排线是在手机的背面，而电池是安装在屏幕下方。不仅需要拆下电池的压片，还要把上方这个大的压片也拆掉，因为这里有手机天线，手机天线不拆呢，电池也拆不下来。把手机开机，然后开始拆屏幕。为啥要开机呢？就是要知道我们在拆的时候会不会损坏屏幕。如果不注意的话，拆的过程损坏了，也不知道是在哪个环节。它这个钢化膜碎的实在太厉害了，我看着难受，我还是先把钢化膜拆掉以后再拆屏幕吧。拆膜我觉得有点翻车了，因为我忘记贴胶带了。它这个玻璃碎片呢，崩得我身上还有屋子里到处都是。看看吧，拆掉以后屏幕就看得顺眼多了。打开屏幕以后，咱们拆下屏幕的排线。屏幕排线是粘在中框上的，需要点点酒精才能拆下来。经过我的测试呢，它这两个电芯是并联的。而拆解电池的难度就在于电池上方有很多的排线，如果想把排线全拆掉的话，那基本要把手机拆零碎了。我看了一下，拆掉电池顶上的这颗白色的天线，就可以把电池抽出来了。先给电池的背面打点酒精，然后使用塑料卡片铲一下电池背面的电池胶，然后呢，趁电池一个不注意，咱们就给它拖出来。OK， 搞定一解。单解电池是2300毫安，可以看到这个电池稍微有点鼓包了。接下来呢，咱们拆掉这根白色的天线，然后给电池整口8+1。同样呢，趁它一个不注意，就给它解决掉。可以看到整完8+以后，这个电池胶呢就变得非常软。啥时候所有手机都变成苹果的通电自动化胶，那咱拆手机就方便了。不得不说，黑鲨的这个游戏手机散热是真的好啊，中间全是铜片，后面这里好像还有铜管覆盖。在改完以后，我测试的时候呢，屏幕亮度一直开到最高，它的发热量也非常低。接下来准备给它开孔，开孔前要先定位，欣赏一下黑鲨3的内部散热结构。看一下这个开孔，这里就是我给它的外供电接口。粉丝说中间要夹散热夹，我把开孔呢开到一侧。过线孔呢，使用一个胶圈塞到咱们的金属开孔里，防止锋利的开孔磨破线皮，造成一些短路风险。现在咱们改外供电，我觉得越来越专业了，不断的优化细节，然后越来越多的机型累积。其中我觉得难度最高的就是平板改外供电。这个 iPad Pro 12.9寸的，我研究了半个月才改成功，因为拍摄的素材太多了，还没时间整理。后续我会把经验总结一下，把最后的研究成果分享给大家。这种改装呢，就是要不停的测试，不停的尝试，因为网络上没有公开的改装经验。同样呢，之前一直改的是苹果产品，现在一改安卓，我觉得太简单了，因为苹果的产品设计的太薄了，而且它对电池板的加密还有规则都比较麻烦。你看这个安卓的手机里面有足够的空间，我可以放降压板，可以放电容都行。现在咱们准备焊接电池，装备升级了啊，鸟枪换炮了。看一下咱这个新烙铁，这个烙铁里面用的是环钮变压器，已经不用开关电源了，升温效率是超级快。现在咱们就要保留电池的小板，把电芯在小板上焊下来。给电池的小板焊接上2条导线，再拿来一个固定输出4.2伏的降压模块，输入电压是6.5伏到16伏，输出电压固定4.2，最大电流4安。把它与手机的电池小板焊接在一起，连接好后就是这个样子。安卓手机的内部空间比较大，咱们线可以多留一点，操作起来更方便。给电池小板使用高温胶带做一下绝缘。装机前先使用可调电源给手机开机，看一下它的耗电功率。可以看到现在的开机功率是在4瓦左右。打开相机瞬间功率是6瓦，拍照的时候是7瓦左右，也就是说最高功率不超过10瓦。咱们这个降压模块是完全可以胜任的。顺便说一下，这个降压模块它的输出温波是小于20毫伏，有的商家呢会把它标成小于10毫伏，然后提高售价，有些人就会奔着那个低温波去购买它。这其中呢也包括我，花高价买回来几个以后呢，我一测所用的芯片和输出温波都是和便宜的是一样的。等我想去退的时候，我发现它没有运费险，反正一共就几十块钱的东西，也就无所谓了。但是大家不要去踩这个坑。如果想要低温波，其实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加电容。它这个小板子空间有限，没有足够的空间去加大电容，咱们随便挂个电容，它的温波就会直线下降。
输入接口呢，我使用的是 DC 接口。未来改手机的方向呢，我都会使用 DC 接口，因为 DC 接口的适配器呢非常好找，不管是光猫还是路由器，都会有这样的适配器。咱们的输入电压也是宽电压，9伏、12伏、16伏都可以。使用这种简单的 DC 头呢，不需要任何的芯片。如果改成 Type C 呢，首先它的价格更贵，线材也更粗。普通的电线呢，只有正负2根线，而 Type C 线里面呢有很多股，成本自然就会高一些。线材成本低呢，通常它的线就会非常长，如果不够长，延长也很方便，就2根线。这款手机的内部空间大，咱们就可以把家用模块放在里面，就不需要像苹果一样在外面有一个外挂尿袋了。装机之前需要对内部的线路做一下绝缘。装机之前又到了最头疼的一个环节，大家应该能看到吧，就是除胶环节，需要把屏幕四周的粘胶全部都除掉。这个环节呢，不仅需要时间，还需要超多的耐心。会不会有人在留言区说为什么不招一个助理？那我想说的就是，我所有的改装都是不收费的，因为我就是对这些东西比较感兴趣。每次的改装都有一些挑战，成功以后呢，都会收获一些改装所带来的快乐。同时呢，也结交下了很多粉丝。上次改平板的兄弟，因为最近一直没有开工资，我帮他改装完成以后呢，我用顺丰包邮给他发回去的。说什么也要把邮费转给我，我们拉扯了好长的一段时间。大家找我改装呢，也是对我的一种信任。手机维修行业通常存在一个叫包风险，就是在拆机或者拆屏幕的时候是有一定损坏风险的。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只有备用机我才能给大家改装。如果是主力机发过来改的话，一旦损坏，那我的赔偿费用会非常高。上次给粉丝改的 iPad 2020，我查了一下，一块原装屏幕就将近2000块，而且越大的屏幕拆解时风险就越高。当然呢，如果动手能力强，把屏幕拆好以后发过来改，那是最好的了。我现在给屏幕切完胶以后，重新给屏幕打了胶水，粉丝也和我强调一定要多打一些胶，可以看到屏幕胶打的有点多，都溢出来了。接下来是给后盖打胶，打胶以后我使用保鲜膜对屏幕的正面和背面进行固定，这样呢可以让屏幕贴合的更紧，胶在固化的过程可以将屏幕牢牢的贴住。我看修手机的都用皮筋儿，我觉得保鲜膜会更好一些。看一下正点原子 T300的焊台还有个第二作用，帮我压手机的屏幕，因为这个主机它非常重。经过1天的固化，现在咱们可以拆膜了。还有一些溢胶，简单的清理一下就可以了。供电方式，如果使用充电宝的话，它需要一个触发线，就是把充电宝的电压触发到12伏，因为充电宝的12伏通常是3安，也就是36瓦最高功率。看一下这款手机的开机功率，都是在10瓦以内，说明这款 CPU 的功耗还是很低的。下了一个游戏，简单的测试了一下游戏时的功耗，它这个手机的功耗是真低呀，而且全程屏幕亮度最高，音量最高。这个黑鲨3在玩游戏时，顶部还有一个温度监控，温度是24.5度，帧率是60帧，屏幕亮度最高。玩了一段时间游戏，手机完全没有烫手的感觉。它这个背面这个灯也是挺漂亮的，手机解锁时的效果也很炫酷。改装完成呢，我又买了一个钢化膜，给粉丝换一个新的钢化膜。左手边是骁龙865处理器，右手边是骁龙888处理器，左边是8G 内存，右边是12+12G 内存，两款不同的处理器同时进入游戏，看一下它们的功耗。左侧进入游戏只有3到5瓦，右侧呢进入游戏就是7瓦以上，可以看得出来不同处理器它的功耗也是完全不同的。下期咱们就改装这台 iQOO 7，这个是双电芯串联，它的工作电压是8.9伏。就这个电池电量我研究了很久，拆掉电池直接供电的话，它就是1%的电量，开机马上就关机，因为它检测不到2节电池的串联状态。使用9伏电压工作的手机现在市面是非常少的，这款 iQOO 改直供电我估计是全网第一人了吧。希望这期经验分享对大家有所帮助。爱生活爱折腾，我是爱折腾的孙思杰。